日本在一场关键的战役中败给了唐朝之后，痛定思痛，从中学到了哪些深刻的军事教训？这些教训又如何塑造了后来的日本？公元661年之前，岛国日本还从来没有过对外的战争，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世界上最顶级的军事大国的盛唐时期。整个7世纪，唐朝的军队堪称全球的最强战力。而夹在中日之间的朝鲜半岛位置多少有些微妙。当时朝鲜半岛上呢有3个国家：百济、新罗、高句丽。这其中呢，日本和百济的关系最铁。转折点就在公元的660年，唐朝拉着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一块呢去打百济，百济顶不住啊，赶紧就向日本老大哥求救。虽然古代记录的数字常常有水分，但估摸着日本在661年先派了大约5000人，662年又加派了兵，到了663年呢，派出的总兵力据说已经达到了27000人。这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可真是下了血本。可唐朝和新罗也不是吃素的，立即增兵。就在663年，双方在白村江，也就是现在的韩国的锦江入海口一带，爆发了一场巨大的海战。这一战的结局毫无悬念，日百联军被胖揍一顿。史书上说呢，日本这边损失了400艘战船，战死了1万人。更惨的是呢，他们好不容易从邻居高句丽那边学会了用骑兵，据说这一仗就损失了1000匹马。我们知道呢，过去日本学习唐朝主要靠的是和平的遣唐使，这次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唐朝军队的强大之后，输得心服口服。日本有一部叫做《古事记》的史书里就提到，唐军人多，装备好，还用了大规模的步兵进攻技术，我们压根儿就没准备好。这一战之后呢，日本感受到了自己军力装备的严重不足，于是很多日本人开始佩戴武士刀和短剑，还准备了盾牌和弓箭，又大力发展骑兵，培育战马。10年以后，日本国内发生了一场争夺皇位的内战，史称寅申之乱，波及了整个皇族。有意思的是呢，这场内战的对战双方充分用到了当年输给唐军之后总结出来的军事经验成果。输给了强大的唐朝军队，让日本统治者意识到了兵源的重要。于是呢，从公元670年开始，他们又学中国搞起了征兵制，招募壮丁。公元8世纪之初，日本颁布了大宝律令，这部号称是日本史上第一部的律令，实际上呢，基本上是抄袭了大唐的永徽律令，有的地方呢，甚至于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还原度相当之高。不过呢，还是有2个地方具有时代性的突破之处。第一个呢，是建立了新的官制，中央分2官8省1台，地方呢则分国郡里3级。第二个呢，就是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了天皇这个称号。这一确定呢，从此就再也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大宝律令呢，还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中央集权。最重要的呢，是设立了人口普查制度，这一点特别关键。政府靠这个呢，才能有效地征召农民去当兵或者服劳役。此外呢，大宝律令还推广了儒学教育，强调下级要服从上级，子女要孝顺父母。这部律令呢，是由18位日本人在一位中国专家的协助下起草完成的。公元8世纪晚期，雕版印刷术传到了日本，更是让这些律令的条文呢，能够广泛的得以传播，深度影响了日本的历史的进程。大宝律令颁布的时候，日本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制度方面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经验。他们开始减少遣唐使的数量，觉得师傅领进门，修行可以在个人了。于是呢，他们自己搞出了一个官员的培训机构，叫做大学寮。这个机构和中国的太学类似，主要呢是学习儒学，其他的课程呢还有数学、中国文学。既然是学中国的制度，写汉字那是基本功，中文训练必不可少。中国文学课
特别受欢迎，尤其是白居易的诗。为什么呢？通俗易懂，写日常生活，学生们都觉得特别亲切。大学寮里大部分的学生其实都是中下级官员，特别是地方小官的孩子们。成绩好的学生们呢，当然确实有机会当官，但最后呢，能当多大的官，出身门第还是比考试成绩更为重要。这就跟中国后来的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可太不一样了。在制定701年大宝律令和后来718年的养老律令时，官员们最头疼的是怎么征收土地税。他们学到了中国先秦的井田制，就是把一大块地呢分成9块，像个井字，8户人家各种自己的地，围绕着中间一块公田，大家一起种，收成归公。想法挺好，但执行起来呢有困难。地方官在首都附近收私田的税还算顺利，可是到了偏远的地方呢，收税就特别难了。更麻烦的是呢，日本还允许一些跟高层关系好的人买地免税，寺庙的土地也免税。这些免税制度加上偏远地区的收税难，结果是怎么样呢？京城附近的小地主们负担就变得特别的重，他们既要交税，还得送家里的年轻人去服兵役、服劳役，还真是苦不堪言。以上呢，就是白村江中日第一战之后对日本中古历史带来的直接影响。大宝律令深刻地改变了日本。那么，这个仿照大唐建立起来的律令制国家，接下来会走向何方？它的都城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